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全球战略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核武器的出现让传统的军事对抗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而空中战略力量也因此迎来了新的使命。作为核威慑的重要手段之一，战略轰炸机开始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它们不仅是武力展示的象征，更是国际战略平衡的关键棋子。美国作为这一领域的先驱者之一，开发了多种型号的战略轰炸机，从最早的 B-29到现在的 B-21，每一代机型的设计和使用都反映了不同历史阶段的技术水平和战略需求。本期视频将带你回顾这些轰炸机的演变历程，剖析它们的技术特点和战略价值，探讨为何这些空中巨兽能够长期保持实战价值，以及未来战略轰炸机的发展趋势。无论你怎么看待它们，了解这些飞机背后的故事，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复杂的国际军事态势。1940年代末，刚刚经历了世界大战的各大国开始重构自己的军事力量。对于美国而言， B-29超级堡垒的出现标志着战略轰炸机时代的开启。 B-29是当时技术最先进的轰炸机，拥有密封驾驶舱、自动遥控炮塔以及能在高空长距离飞行的能力。它在二战末期的太平洋战场发挥了关键作用，包括对日本本土的战略轰炸。战争刚结束，美国空军物资司令部便着手规划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目标是取代体型庞大且速度缓慢的 B-36和平制造者，希望新机型能具备更快速度、更远航程以及更强的载弹能力。初始设计要求包括时速超过300英里，作战半径达到5000英里，装备多门20毫米机关炮，并能够携带至少1万吨炸弹。紧接着，随着核武器的加入，要求迅速升级，飞行速度提高到400英里，航程扩展到12000英里，同时必须能搭载核弹头。面对这些严苛要求，波音公司投入巨大资源。1952年春 ，B-52同温层堡垒原型机首飞成功。这一型号不仅开启了喷气式战略轰炸机时代，也为后续几十年的战略威慑奠定了基础。1957年，3架 B-52完成了首次喷气发动机驱动的全球不间断飞行，历时45小时19分钟，彰显了其远程投送能力。在 B-29开启战略轰炸机时代之后， B-52同温层堡垒则将这一概念推向了全新高度。1952年首飞的 B-52伴随着喷气动力和更先进的设计理念，成为冷战时期美军空中战略的主力军。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更是当时全球核威慑格局中的重要棋子。B-52拥有极其强大的载弹量和超远的航程，最大作战半径达到近8800英里，飞行高度可达5万英尺。它能搭载包括核弹头在内的多种武器，具备对敌方进行远距离精确打击的能力。冷战时期，美苏两大阵营的核对峙极大推动了 B-52的战术与战略演变。起初 ，B-52执行的是高空巡逻任务，飞行在苏联边境附近，以显示美国的核打击能力。诸如巨矛行动、葛琼顶等多个巡逻行动频繁展开。B-52随时待命，确保美军可以在核战争爆发时迅速反击。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震慑，试图通过展示不可忽视的空中力量，防止冲突升级。然而，到了1950年代末期，苏联的地对空导弹技术迅猛发展， B-52高空巡航的生存环境急剧恶化，美国空军不得不改变策略，转向低空飞行战术。B-52开始贴近地面飞行，利用地形和雷达死角躲避敌方雷达和导弹，飞行高度低至400英尺甚至更低。这种鬼魅般的低空穿透不仅提高了生存能力，也使 B-52在复杂防空网络中依然能够完成任务。除了核打击， B-52还承担了广泛的常规作战和侦察任务。它能覆盖广阔的海域，执行反舰和扫雷行动，甚至在局部冲突中执行常规轰炸，展现了极强的多功能性。2架 B-52在2小时内就能监视约14万平方英里的海面，这样的覆盖面积让它成为空中多面手。至今，经过多次升级换代的 B-52H 型依然服役，保持着相当高的作战效能。未来10年内， B-52还将迎来新一轮的现代化改装，更新通信系统、雷达、驾驶舱设备。最引人注目的是换装全新的罗尔斯罗伊斯 F130发动机。
这将极大地提升燃油效率和维护便利性，确保它能服役到2050年代。从 B-52的高空霸主地位到 B-1枪骑兵的崛起，美国战略轰炸机的发展轨迹显现出新的方向。B-1的设计理念体现了冷战后期对隐身能力和战术灵活性的更高要求，试图在面对日益先进的防空系统时，提升轰炸机的生存与打击效能。B-1项目最早启动于1960年代。计划打造一款超音速、具备远程打击能力的重型轰炸机。遗憾的是，1977年因为预算压力和技术挑战，这个项目曾一度被取消。直到1981年，随着里根政府的上台，战略环境变化，B-1项目获得重启。里根认为，依靠单一型号的轰炸机存在风险，两个都要成为他的决策，既支持 B-1，也继续推进先进技术轰炸机项目。经过重新设计 ，B-1B 型在1984年首飞，采用了固定几何的进气道替代了原本的可变形设计。这虽然降低了最高速度，但显著减少了雷达反射面积，提升了隐身性能。B-1B 的最高速度可达1.25马赫，在高空具备快速突防能力。而在低空，其速度从 Mach 0.85提升至 Mach 0.92，支持贴地飞行以规避雷达和导弹。更重要的是 ，B-1B 的最大起飞重量达到477000磅，与 B-52H 相当，表明它同样具备巨大的载弹能力。设计团队对机体进行了强化，同时优化了机体重量分布。虽然空重略有增加，但整体结构更加坚固可靠。冷战结束后，随着核威慑需求的变化，B-1逐渐失去了核打击角色。1995年，美国空军正式取消了 B-1B 的核武装，进行了大规模改装，使其专注于常规作战任务。改装包括移除核武器挂架和相关电子设备，确保这款轰炸机仅装备常规武器。改装工作于2011年完成。不过，随着全球局势复杂化，重新装备 B-1以具备核能力的呼声也并未完全消失。毕竟，随着新型轰炸机如 B-21逐渐服役， B-1在未来的战略布局中依然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和潜在价值。在实际战斗中， B-1展现了不俗的表现，它参与了多次局部战争和反恐行动，凭借低空高速突防的优势，有效打击敌方关键目标。其多功能、适应性强的特点，使它成为美国空军现代战争中的重要角色。接下来，我们来到隐身技术彻底改变战略轰炸机游戏规则的时代。B-2幽灵轰炸机这个名字几乎成了隐形二字的代名词。它不仅是冷战后期美国军事实力的象征，更是高科技与战略思维深度融合的产物。B-2项目始于1979年，最初代号为先进技术轰炸机，目标是打造一款能在敌方严密防空系统下自由穿梭的隐身轰炸机。为此，设计团队采用飞翼布局，极大减少机身对雷达波的反射面积，同时在机身表面使用多层雷达吸波材料，最大程度降低被发现的风险。项目的保密程度之高，堪称军工史上的经典。所有参与人员都必须通过最高级别的安全审查，工作地点严格限制访客，甚至为了避免泄密，许多组件通过空壳公司采购，人员则在非军装状态下活动。即使是美国国会和政府问责办公室，直到1980年代中期才逐渐获悉项目详情。1988年 ，B-2在加州帕姆代尔的空军工厂首次亮相，令人震撼的流线型飞翼设计立即引起世界关注。虽然公开展示机会有限，甚至连机尾都不允许外人观看，但它已经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空中武器之一。从技术角度看， B-2的复杂曲面设计和连续曲率技术是通过先进的计算流体力学支持实现的。这不仅有助于隐身性能，也提升了飞行稳定性和效率。它的最大载弹量约为80枚 JBAD 制导炸弹，甚至可以携带 JBU-57巨型钻地弹，专门针对深埋地下的指挥掩体和核设施。然而，这一切尖端技术的代价也不容忽视。B-2的单机造价曾高达40多亿美元，维护成本同样昂贵。
早期数据显示，维护1小时飞行时间需要119小时维护工作，并且必须在特殊的空调维护机库中完成。如此高昂的成本让不少人质疑其性价比。尽管如此， B-2凭借其隐身性能和全球打击能力，在多次局部战争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彰显了战略轰炸机在新时期的不可替代价值。当 B-2幽灵渐渐步入中年，美国空军早已开始筹划下一代战略轰炸机的蓝图。B-21突袭者项目于2014年正式启动，旨在打造一款更加先进、隐身性更强、作战更灵活的战略轰炸机，成为21世纪空中战略力量的新基石。由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承担研发。B-21继承了 B-2的飞翼隐身设计理念，新机体采用了更多先进复合材料，减少了机身上的接缝和雷达反射点，使其在敌方雷达前更加隐形。据透露， B-21的作战高度将超过5万英尺，这不仅能提高航程，还能有效规避敌方战机和预警机的侦测。加上更强大的发动机和更智能的电子系统， B-21具备更长的自主飞行能力。更值得注意的是， B-21将通过高度数字化的系统，实现与无人机、6代战机等未来空中力量的无缝协同，打造一个立体化、网络化的空中打击网络。虽然项目资金高达230亿美元，单机造价预计超过7亿美元，外界对其成本仍有争议，但这也是发展先进军事装备不可避免的代价。计划采购约100架的 B-21，将在未来30年逐步替换老旧的 B-1和 B-2，成为美军战略轰炸机的中流砥柱。从 B-29到 B-21，70多年来，美国战略轰炸机的演变折射出技术进步和战略理念的不断革新。尽管这一系列武器的实力备受关注，但正如任何大国的军事力量一样，它们既是威慑的工具，也反映了复杂的国际政治局势。未来的空中力量格局依然充满变数，而 B-21是否能如期登场并发挥预期作用，我们拭目以待。纵观美国战略轰炸机的发展历程，从2战的 B-29超级堡垒到未来的 B-21突袭者，每一代飞机都体现了当时世界战略环境和技术水平的缩影。它们不只是钢铁巨兽，更是复杂国际博弈的象征。无论如何，这些轰炸机的存在提醒我们，战略威慑依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全球大国角力日益激烈的当下，空中力量的角色更显关键。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对这些空中巨兽有更多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获取更多军事深度解读。我们下期再见。